Hello，宝贝们，这一节课我们来教大家做水彩的晕染啊，继续。然后我们这一节的话是需要用水彩去叠加亮片啊，去做出一个晕染的效果啊。那首先的话呢，我们还是这个已经是用一个底胶已经给它涂好了。那我们直接在这个上面来上颜色，选择到的打底色我们还是选择用透白很有那个白色的感觉啊，但是的话它又同时拥有透感的这样的底色。那就像是这个款式一样啊，这种感觉的。那首先的话呢，我们还是第一步要先去把这个底色上来，可以是这样，我选的是这样的一个透白哈。然后我们用光疗笔去涂刷啊，底胶刷好以后，少量的笔尖去取一点点透白色。然后我们这个色块你看我们要放在哪里啊？比如说我的紫色和我的这个亮片是在偏这边的位置，那我的白色最好涂在这儿啊。那我这个涂个相反的方向啊，一会儿紫色上在这边，然后这边刷上一笔啊，很轻很轻的去下笔，然后这边再刷上来一点点，其他的地方笔毛轻轻的往下走一走。轻轻扫两下就可以啊，然后也要有留出空白的地方，这个上面基本上是没刷上胶的，然后还有就轻轻带上去一点点的，有一点点透感和雾感的就这种程度就可以了。然后白的地方可以让它这边再偏白一点呈现出来这种色块似的也不要紧我们就保留这种效果，只要它别是那种堆胶堆的特别高、特别鼓、特别厚的那种状态就行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照一下灯，然后在这个上面我们用到的是琉璃彩堂的2号色和3号色2号色的话它是一个粉色偏光，然后3号色的话有一点粉紫色偏光它俩去作为打底的好，这个我们怎么去用用一个小镊子先把它夹出来。这种的话，亮片它属于是非薄质地的，我就很喜欢用这样的亮片去配合水彩，因为水彩的话它很轻薄，对吧？如果说我们选择一个比如说像这样的亮片。这种亮片它本身是没有透明度的而且它形状特别规整，就是每一个亮片的形状都是固定好的。但是这种它就不一样了这种它是首先它比这种要薄，然后要比它透而且要比它的形状是那种可以分散开来的，也可以是成片式的所以它就可操作性也比较强一点，跟水彩可以配合的更好。我是把这个2个亮片结合着去用的先夹出来这样的一小撮出来，然后看我们要放在什么位置假如说我的颜色是要这么去铺的话，那我就可以按照我颜色的方向去走。假如说我想把这个亮片跟我的颜色错开，那就可以按照这个白色打底色的方向去走这样给它先铺上去然后把另外一个颜色我们也是加上来。别太多这种亮片经常都是一点点就够用了当然你们喜欢其他颜色的偏光咱也可以加，假如说是那种银白色的光呀或者说是更粉一点的，或者说是更紫一点的都可以夹好以后的话，然后我们用硅胶笔来给它这样进行一个按压的动作。你看没看到我这个时候其实用到的都稍微多了一点那我们这样去给它进行按压。按压的话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时候就有了2种颜色的偏光，而且旁边留白的地方还是让它很白很通透，不要让它整个咱们全部给它布满这个亮片那样的话它也不好看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不是要给它铺的满满登登的，而是让它作为一个款式的陪衬所以它就是2个对角线有一点就行。然后这种做完之后，因为它是
没有什么厚度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去涂磨砂封层，也不用包加固。涂磨砂封层记得不要包边啊，然后给它涂刷平整，涂刷均匀，照灯。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上一个步骤去铺这个亮片的时候，一定要铺平整啊。有的时候随便按两下的话，它可能没真正跟你的甲面还粘合上呢，然后我们就着急涂这个磨砂封层了，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会把亮片带掉啊，会把亮粉带的哪哪都是。然后我们在操作水彩的时候啊，把这个清水网好笔，然后干净的纸巾啊，或者是准备出来这样一个棉片啊。做这种晕染的时候，我多数是比较喜欢用这样的棉片的。我们给它完全浸湿啊，给它浸到里面去，然后轻轻的给它轻轻的攥一下啊，就别就是很用力的把这个水分反而就给它再挤回去啊，让它这完全是含饱了水的这种状态啊，差不多都能滴落下来的这种感觉哈。然后给它找一个这样的空白的地方给它放好。然后我们再准备一张纸巾啊，洗色换色的时候的话呢，要在这个上面去荡颜色，对吧？好了啊，在我们去操作开始之前，先把这个颜色先揉出来啊。这个款式我会用到2种紫色，它跟我手上的这种郁金香的这个颜色正好是相当的啊。这个是正好我做完这个款式的时候有去琢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配色，还有一点烟雾紫的那种感觉啊。首先我们先用到的是一个紫色的话啊，先去笔上多蘸一点点水，我们多去揉出来一点啊，可以说是啊，先把这个紫先揉出来。揉2堆出来，这边揉出来，这边再揉一下啊，这样是2堆颜色，对吧？然后把多余的颜色啊，多余颜色我们可以说比这个指尖稍微去沾一点点水，对吧？然后把这个颜色在这个里面洗一洗啊，等到时候它干掉了这个颜色，它会凝成一个小小的块儿，那一块到时候还能用啊，剩下的咱们再给它洗掉啊，这样的话就大大的节省了我们的颜料，对吧？然后说这个时候啊，我们把颜色洗掉了之后啊，重新再去点一下水，也不要点的太多，基本上就1/2、2/3的一个取水量就行啊。我们蘸哪个颜色？蘸这个灰黑色啊，取一点点。这2坨颜色的占比都是紫色偏多啊，另外加进去的这个颜色是偏少的。你看这样的话，你调出来的这个紫色，它才是有一种烟雾紫的感觉啊。这边的颜色就会偏暖一点点啊，然后我们偏冷一点点啊，然后我们再调一个偏暖的，我们再调一个偏冷一点的颜色啊，就把这个颜色洗掉之后，我们笔尖再去大概1/2处碰水，然后揉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它是有点发墨绿色的一个感觉啊，也是不要加太多，稍微蘸一点点之后，然后你给它揉出来，揉在这个里面哈，在这个上面荡一荡，去揉一揉，你看它的颜色就会变成这种冷艳的紫色，然后颜色也是有一点点发灰呛呛的那个感觉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啊，我们取好的这个颜色，这时候笔上是有颜料的，但是这个颜料不要直接去用，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把笔洗干净啊，把这个颜料咱把它洗掉，在水中搅和搅和，把颜料洗掉的同时，把水分吸走啊，然后利用这一块浸湿的海绵啊，我们再去取水，对吧？这个时候其实最好是什么？最好是先把这个颜色晾干再取啊。如果说没晾干，像我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属于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半干的状态，对不对？在我们之前的一些关于取色的这个课程当中，我们给大家呈现过。如果是这种半干的状态下，我们可以什么？笔尖蜻蜓点水，点一下下取，或者说直接来取色都可以啊。这时候取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也跟我们在这个颜色旁边揉多久也是有关系的啊。假如我就揉2下，我立刻就拿走了，它呈现在我甲面上的颜色肯定也是非常浅的啊。我们先来就这样晃动2下之后，在甲面先试一下啊，先试一下。先把这个颜色我们在上面轻轻晃动晃动啊，然后
后在笔尖点一下水，再去取一下啊，稍微就晃2下就行，让它颜色是偏浅一点、透点的啊。这个我用到的是透色水彩，因为我们要做的是晕染。晕染的话，这种就是它颜色既要饱和度高，然后又要透啊，就这种感觉。然后一层一层的去加啊，再去笔尖。你看它这个时候它是，不管你怎么去上色啊，底下的这个亮片它还能够隐隐的透出来。然后我去压着笔去画的时候，是笔尖一点点在甲面上这样去晃动啊，做一下这种动作。然后在里面不断的去叠加颜色，一层一层的压在上面。好，感觉笔稍有点干的时候，到这个上面蘸2下，再去取一点。然后这样啊，好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换另外一个紫色啊，我给它在纸巾上啊，先把颜色洗干净。换另一个颜色的话啊，也不用说彻底洗的就完全贼彻底啊，稍微再得涮水，因为它们2个都是紫色嘛，对吧？蘸干净就可以了。油，然后我们稍微再来取一点点水分啊，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它这个颜料已经是全干的状态了，对吧？还是笔尖取色。咱们做这个紫色的时候呢，如果你想给它打开的话，还是在这个位置去打开一点颜色的情况下啊，就给它有一点点含水量。那如果说我们想让它是这种啊小裂纹的情况下，给它做一点像大理石裂纹啊，最好水分还是少一点啊。看我这个时候水量其实稍微还是有一点点多，我们可以吸走一部分，然后在笔尖这样去取色。然后的话啊，画这种裂纹，宝贝们要注意的是啥？直线啊，走直线，别画这个圆润的角，对吧？多给它画这样的一个小直线啊，这样的。像这种小裂纹，对不对？有一种还是大理石纹路的一个效果啊。当然，你要是喜欢刚才我们刚刚做出来的那种效果，就保留那个效果也是可以的。哎呀，这个紫色太好看了，来啊，这样的，这样稍微来一点点，给它一点一点往上去挪啊。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下笔的方向啊，有的时候我们用时间长了，笔尖稍微有一点点卷，但没有关系啊。我们下笔的力度是从最尖的这几根毛稍微往后一点点这个位置去下笔的啊，我是用这个力度。用这个位置去下笔，然后去稍微用一点点力把颜色推上来的，这个裂纹才会出现啊。不是单纯的用笔尖，很多宝贝是这样用笔尖去画的，那你是出不来这种渐变色，然后同时又是这种边缘线很重的这种裂纹的啊。看稍微这
这样给它往这边走，然后往下去走。大家要是担心这2层颜色上不好的情况下呢，你就涂个磨砂封层隔断一下哈。笔稍微有一点点干，颜色在逐渐上色过程中有点浅了，笔尖稍微去抹2下啊，这个水分，然后再去取这个重色啊。这个点还是让它去画一笔啊，然后在这个位置再去画一笔。稍微再来一笔，好像有一点点这个水分有点多，是吧？把这边基本有点洗掉了，没关系啊，咱可以再给它毁掉，毁掉就把它重新都抹干净，看到没？给它抹一下，然后稍微把水分吸走一点，然后再重新来一下啊。吸走一点之后，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沾水了，刚才我们就是嫌它水多嘛，对吧？再去推中间这个位置，看到没？颜色可以让它这个就是再深邃一点哈，给它连到一起去。OK。然后这个里面我们想加金色可以加一点，不想加金色的话，咱们可以说直接加白啊。加白的话，我们要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之前有讲过，对吧？隔断磨砂封层啊，为了让它2层颜色不要混到一起去，对吧？哎呀，太好看了，我的天！隔断一下啊，然后前面不要包边啊，还是一定要等它完全风干。记不记得我们做完之后要给它风干个10秒左右，对吧？超过5秒钟就可以了啊，正常。因为我们做的这种晕染嘛，它的水分含水量几乎都是非常少的，基本边画就边干了啊。但是保准起见，我们晾个4、5秒钟、5、6秒钟这样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可以趁这个时间先把笔洗干净啊，笔上的紫色给它洗干净，然后我们把白色取一下，取一点点白色啊，这个白我们可以1/2取水量啊，揉一点，多揉一会儿啊，把这个白色取出来比较浓郁的，因为晕染盘它的白色是那种，即便你把颜色画的好像很实，它干了之后它还是透明的。所以不用担心这一点啊，但也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达到什么程度。之前老师有给大家强调过什么问题，就是取颜料不要取得过于浓稠，达到堆厚啊的程度，只要不是那种程度就可以啊。颜色相对实一点，然后等它干啊。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第1层可以先让它透一点。那这一层的时候，我们把笔取完颜料之后，把笔洗干净了嘛，对吧？这个时候笔毛上已经没啥水分了，会有一点点存余的水分，然后笔毛还是很有弹性的。这个时候颜料呢，它还没达到半干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不用再去蘸水，直接取颜料啊。这个时候取出来的颜料也是非常透的哈。我们来具体操作一下。这个白啊，我让这个地方让它白上加白，因为我们让它这个底下的位置就是一个透白色上去嘛，对吧？很通透的这种啊，然后水彩的水分有一点点少啊，稍微点一点点水啊，再晃一晃啊，到旁边空白的地方给它晃一晃。
晃一晃之后的话，再去稍微这样啊，然后也是啊，稍微再取一点点。那这个颜色怎么加啊？就给它也是加成这种，别是那种非常圆润的感觉啊。然后边缘不要有毛刺，就是很干净利落的线条上去。然后里面不是那种有杂质的啊，我们尽量就是说一笔填上来之后，旁边这个地方如果有水痕，轻轻我们可以用笔毛的笔腹或者笔根去给它抚平一下。这种感觉，然后在一个地方就是你晃动的很久的话，它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它那个白色要更浓郁一点点，相对来说啊，它干了肯定还是偏透的。不要这笔，擦掉。擦掉之后不要马上画啊，马上画它会晕开。来，在这个方面稍微这样，这种，从中间深入一笔颜色，不要就是都是从头到底下的啊。好，然后充分的给它进行一个，这个地方还是有留白的空间的啊。然后稍微给它抹上这个李石纹路一点点就可以啊，不要让它抹过太多这个效果啊。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稍微蘸一点点水，然后稍微去蹭两笔啊，蹭两笔这个，这种的稍微在这个地方荡两笔，上一点点啊，好了，可以了，等个5、7、8秒的啊，晾干，然后咱用海绵搓一下。这个有一点破的错条，但是还能用嘛。前面打一下，两边打一下，这边打一下，后缘扫一下啊。这边有纸巾，我就用纸巾了啊，把它的浮灰都弄走。包一下边，这个就是它变成亮面以后的效果哈。照一下灯，好。封层可以包边啊，包边。OK， 照灯。这个款的话就结束了啊。好了，我们下节课再见喽，拜拜。